周一晚，国防部发布中印第12轮军长级会谈联合新闻稿，建设性一词再次出现在新闻稿中。外界据此认为，这实际上否认了此前有舆论预测的所谓中印边界问题将在夏季升温的议题。印度媒体还提到，这次会谈是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印度访问行程之后的第3天进行。国防部官网周一晚间的新闻稿透露，中印两军在莫尔多舒楚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第12轮军长级会谈。此前7月14号，中印两国外交部长在杜尚别举行会见。6月25号，双方召开中印边界事务协调与磋商工作机制第22次会议。联合新闻稿还提到，双方继续就推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一线部队脱离接触、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双方同意此轮会谈具有建设性，进一步增进了相互理解。双方同意根据双边协议协定，保持谈判对话势头，尽快解决剩余问题。新闻稿最后表示，在谈判对话解决问题期间，双方同意继续做出有效努力，确保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局势稳定，共同维护和平与安宁。中印这个边界这个涉边事件，就是去年6月份的加勒万河谷事件以后，到现在为止已经1年多了，是吧？应该说呢，就是双方的立场在激进，然后呢，应该是气氛应该是好的，然后呢，虽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呢，看出来就是说共识在增加。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应该是值得高兴的，因为紧张的局势进一步缓解，直到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的联合新闻稿并未标明会谈的时间。据印度媒体报道，会谈的时间是在7月31号，用时9小时，是迄今为止时间最短的一次军长级会谈。分析指出，联合新闻稿在会谈后2天才发布，显示会后双方进行了各方面的协调。至于会谈地址，此前也有印度媒体报道称，会谈在中方一侧举行，但中印这次发布的联合新闻稿证实，会谈的地点是在印方一侧。国防部官网显示，上一轮也就是第11轮军长级会谈于4月9号举行，地点同样在莫尔多舒楚勒会晤点印方一侧，而更早的第9轮和第10轮在中方一侧举行。观察指出，这符合对等原则，外界无需对会谈地点进行过度解读。而2轮会谈间隔超过3个月，是因为期间印度爆发了一波疫情。印度媒体曾透露，疫情期间，印方的基层主官和地方官员通过热线与中方保持联系。外界还注意到，与上一轮军长级会谈最大的不同是，本轮会谈后发布了联合新闻稿，字数也是最多的一次，为232字，其中建设性一词再次出现在联合新闻稿中。上一次出现这个词是1月24号的第9轮军长级会谈。观察指出，建设性一词是在回应近期一些媒体渲染中印边境军事动态的消息，破除有媒体称中印边界或在夏季升温的传言，向外界释放出中印分歧减小的积极信号，显示双方都有意以书面形式固化会谈成果。印度媒体此前也援引印度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印方认为本轮军长级会谈取得积极进展。观察也指出，自今年2月中印双方在班公湖地区脱离接触后，边界局势整体稳定可控。总体来说，印度官方在2轮军长会谈之间表现较为低调。期间最大的新闻由美国彭博社爆料。6月27号，彭博社称，印度向中印边境地区增派至少5万名士兵，让驻守当地的兵力达到20万，比去年增加了40%以上。报道中还使用了印军历史性转变、进攻性防御等耸动性的词语，但印军方其后澄清称，所谓的增派实际上是例行的轮换。此前由于疫情，大量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士兵取消了休假，轮换也被叫停，因此在6月，印军集中进行轮换。深圳卫视注意到，中国外交部6月也证实，中方在中印边界西段进行了正常的军事部署，旨在防范应对有关国家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威胁。中方一贯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不赞成把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挂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荣英对深圳卫视表示，中印关系非常重要，但边界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中方态度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特别是这次加勒万河谷事件爆发以来，印度利用国际舆论
也利用他自己跟其他国家，特别是跟美国的关系来把自己打扮成这么一个形象。那么中方的态度和立场非常的明确这次边界问题错不在中方这是非曲折是非常清楚的印度实际上也知道中方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一轮去年的1年多来的谈判，逐步在解决这些问题不要把这个边界问题在中印双边关系当中突出来。事实上，美国一直将印度视为印太战略的堡垒。上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印度实施不到24小时的闪电访问，有印度媒体还特别将布林肯访印的时间与中印第12轮军长级会谈挂上钩。布林肯在新德里期间不仅宣布支持印度的新冠疫苗计划，还当面吹捧称，世界上没有多少关系比美印关系更重要。美联社认为，华盛顿已经毫不掩饰美国希望获得印度协助来围堵中国的愿望。印度外长苏杰生则透露和美方讨论了4国机制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要求布林肯在新德里对莫迪政府的人权记录提出质疑，但法新社报道称，印度政府否认了美方的指控。美国智库机构威尔逊中心亚洲项目成员库格尔曼认为，人权问题不是美印关系的障碍，因为自特朗普政府解除美方对莫迪长达12年的制裁开始，美印关系的关注点就转向了中国的崛起。印度的那个媒体舆论包括战略界特别是去年加勒万河谷事件以后，也炒作甚至推波助澜吧要利用美国来制衡中国甚至有的公开的提出来就应该加入美国的那个同盟。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呢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从印度的政府的现行的政策来说呢，我看有些调整和变化，在那个印太战略美国在很多4国对话机制方面跟美国走得很近，还是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搞战略投机搞那个想通过从中美那个战略博弈当中获取捞到什么好处。